曾经在武汉，一名叫柯西的女子，为救身患白血病的弟弟，狠心打掉腹中4个月大双胞胎，被婆婆辱骂：“你是我家的罪人。”那么，柯西为救弟弟，打掉腹中胎儿是否值得？最终，她和丈夫的婚姻怎么样了？80年代末，女孩柯西出生于湖北武汉，家中姐弟4人，生活贫寒。为了贴补家用，18岁的她，高中毕业后外出打工。工作中，她认识了一名叫李丹的男子，两人情投意合没多久，便牵手进入婚姻。结婚后，两人度过了一段幸福的蜜月期，紧接着就开始积极备孕。可是备孕几年，也不见柯西的肚子有何动静，这可急坏了家住农村的婆婆。为了让柯西尽快怀上宝宝，婆婆放下家中事务，从乡下来到武汉，专门给柯西调理身体。每天，婆婆对柯西嘘寒问暖，给柯西做营养可口的饭菜，包揽家中的大小家务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柯西仍旧没有怀上。渐渐的，婆婆开始失去耐心，对媳妇也变了一副嘴脸，常常说着冷嘲热讽的话，还奚落柯西是不会下蛋的母鸡。婆婆的恶语相加，令柯西难以忍受，整日以泪洗面。但好在身边有个理解她的丈夫。为了早日怀孕，柯西夫妻来到医院检查，才发现自己是那种不易受孕体质。况且只要怀上1次，2次怀孕的几率也会降低。婆婆得知消息后，虽然心中不悦，但为了子孙后代，她还是找了很多偏方，让儿媳喝下去。就这样，在丈夫和婆婆的悉心照料下，柯西终于怀上了。10月怀胎，柯西生下了女儿，却未料婆婆重男轻女，思想严重，还未等柯西身体完全恢复，就急忙催着生2胎。为了满足婆婆心愿和家庭和睦，柯西只能再次走上备孕这条路。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柯西在28岁那年终于怀上了。偶然一天在饭桌前，对着平日可口的饭菜，柯西开始犯恶心，浑身无力不舒服，持续几天症状都没有消退。柯西便到医院检查身体，令人惊喜的是，医生确定柯西怀孕了，还有可能是双胞胎。这一消息令婆婆和柯西丈夫喜出望外，自此柯西在家中又过上了皇后般的生活。为了怀孕保胎，她也辞去了工作，在家专心调理。可就在柯西沉浸在怀孕的喜悦中时，姐姐的一通电话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。姐姐告知她，弟弟生病在医院抢救。柯西听闻弟弟住院的消息后，伤心不已。儿时，柯西父母为了赚钱养家，在外打工，家中姐弟4人相依为命。结婚后，她和老公也一直帮助上学的弟弟，老公对弟弟也亲如自家兄弟。如今弟弟生病，怎么能不心疼呢？随后柯西急忙赶到医院，弟弟还在手术室抢救，医生却沉重地对他们说，病人检查出来是白血病，唯一获救的办法就是进行骨髓移植，但需要找到相匹配的，与亲人的配型，成功率会比较高。为了尽快找到与弟弟相符的骨髓，除了柯西外，家里的亲戚都来了，但结果所有的配型都不成功。看着命悬一线的弟弟，柯西暗下决心与弟弟做骨髓配型，于是他独自来到医院进行配对。果不其然，柯西的骨髓与弟弟的匹配度最高。这个结果不禁让他犯难，如果救弟弟，就不能保胎儿，因为在移植手术过程中需要注射麻醉，而腹中的胎儿是不能承受的。但如果保住胎儿，弟弟的命将难保。回家后，柯西将检查结果告知丈夫和婆婆。不出所料，婆婆极力反对，甚至婆婆还郑重地说，如果她选择打掉孩子救弟弟，就让儿子和她离婚。婆婆一番话令柯西更加纠结，如果救弟弟，她不仅失去的是孩子，还有幸福的家庭。但她想到与弟弟共患难的日子，便决心救弟弟。对于她的决定，不仅婆婆反对，就连姐姐和弟弟也不同意，劝她再考虑。甚至弟弟也说道，如果要用孩子的命来换我的命，那么我也会不安心的。正当柯西左右为难时，丈夫李丹建议再等等骨髓库的消息，或许有合适的呢。不得已，柯西听从了丈夫的建议，
但每当看到病床上病重的弟弟，他就忍不住流泪。在等待骨髓的过程中，弟弟的病情进一步恶化。但更令人担心的是，弟弟隔壁床的病友还没等到匹配的骨髓就去世了。情急之下，柯西决定尽快打掉胎儿，移植骨髓救弟弟。为此，柯西又与婆婆大吵一架，之后又哀求丈夫在人流手术单上签字。犹豫许久，丈夫李丹含泪在手术单上签字。最终，柯西打掉腹中胎儿，把骨髓捐献给弟弟。柯西的移植手术很成功，弟弟的身体也越来越好。但每当弟弟想起自己的命是姐姐的孩子换来的，内心就充满负罪感。手术后回到家中的柯西，身体十分虚弱。然而，比起身体上的疼痛，婆婆的辱骂更是令她痛心。更令她伤心欲绝的是，婆婆坚决让儿子与她离婚。而此时，丈夫李丹虽然没有表示要离婚，但很明显家中的气氛已令她窒息，特别是日后还要面对婆婆的精神折磨。因此，柯西便同意了与丈夫离婚。柯西为救患白血病弟弟打掉腹中胎儿，此事件经媒体报道后，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。有人说柯西太自私，只考虑救弟弟，却不顾自己的骨肉，不考虑婆家的感受，最终输了婚姻。但如果不救弟弟，想必柯西这一辈子也会活在痛苦之中。世间之事难有两全，毕竟我们不是当事人，也很难感同身受。